朋友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呢，亲密关系可以说是我们要面对的几个最重大的课题之一了。而在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和伴侣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应该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实修。我相信，不管在当下你们的关系有没有结束，只要你还心存怨怼，无法平静地面对对方，或者面对这段关系，那么今天的内容一定可以帮到你。首先，一旦你感到自己的亲密关系正处在危机之中，那就意味着你一定是想要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但是却没能得到，并且在你所有的这些挣扎、抗争、控诉、批判的表象之下，都是你在某个时刻感觉到自己不被爱、不被在乎、不被欣赏，或者不被接受了。先别着急否定，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那个你愤怒的想要爆发的时刻，你突然能感受到对方是深深爱着你的，是非常尊重你的，是最在乎你的，那么请问，你还会去为他的那个行动激烈的抗争吗？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老公半夜喝醉酒回家，老婆帮他脱衣服上床睡觉，结果男人啪就给了女人一个大耳光，然后大吼别碰我，我是有老婆的人。结果这个女人捂着被打得火辣生疼的脸，不但没生气，反而心里还美滋滋的。你看，这不就充分说明了我刚才的话吗？换句话说，你抗争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你的某个小我受伤了，并且去愤怒地指责对方，要远比去如实地关照自己内在的这个受伤的小我，去感受自己内在不舒服的情绪要容易得多。直接向对方抱怨、指责、评判，甚至倾泻暴力，这其实是你一直以来的舒适区，因为这是你几十年来的习惯。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敞开自己，对身边的人越来越信任、依赖和亲密时，我们就会无形中变得更加脆弱，因为我们开始不自觉地放下那个自我保护的围墙，摘下自我防备的面具。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曾经过往的那些在潜意识里被植入的反应程序，或者说伤口，会更加容易地被触发。一旦我们感受到被拒绝、被批评、被忽略的时候，所有在我们童年时期的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的信念就会冒出来，让我们立刻进入无意识。或许伴侣对待我们的方式，让我们想到了儿时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也许我们对父母有着强烈的情绪反应，但是我们却将这些情绪都倾倒在了自己的伴侣身上。正因如此，你才会跟你的伴侣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但是你对这一切都是毫无觉察的。但是如果你认真听完了我以上的话，我相信你就应该能对当下真实的发生和真实的现状生出一个全新的体会和全新的视角了。那就是此刻吞没我的情绪反应，它们来自于我的无意识，是当下的某个情况触发了我过往儿童时期的记忆和反应模式，我被当下的这个情况打回到了一个小孩模式，然后我就无意识地带出了自己在儿童时期的情绪反应。说到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太相信，没关系，如果你愿意，可以自己去验证一下。很简单，你提前告诉对方，下次在争吵的时候记得偷偷地给你录个音，能录个视频那就更好了。然后你回头自己看看自己当时说话的语调、语气、用词，还有行为表情，看看能不能发现那个小时候自己的影子。好，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真相，去面对被对方触发的这个儿童模式的小我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去指责、抱怨、挑起争端，这个是更加容易的。所以如果你想开始并且拥有一段健康的关系，那么前提就是你要承认，你的很多反应是你曾经受到的伤害，而不是对方的责任。
你必须要先从这个大前提出发，你必须要认识到，对方的确是触发了我的一些创伤，但是被挑起来的这些痛苦和恐惧都是我自己本来就有的，并不是对方赋予我的。如果你能在这里开悟，那么你才有可能把意识、把觉知带入到你的关系中。最终，你要么通过自己的觉知，从而收获一段美好而高级的亲密关系，要么你可以最有效地检验出这段关系完全没有未来，然后果敢地结束它。无论怎样，这都是对你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好，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了在亲密关系中实修的具体方法。首先，就是你必须要先觉察到自己在和伴侣交往中升起的那些情绪反应，并且意识到它们是来自于你过往的无意识机制，然后平静坦然地接受它的存在。当你看见藏在你情绪和反应背后的是你的头脑正在喋喋不休地对你说，这个人就是不爱你，不接受你，他就是想伤害你，欺骗你，他肯定觉得别人比你更好，你现在需要和他战斗，或者你要逃跑来保护自己。好，请只是看见头脑的这些自导自演，不要去理会。当你意识到这场闹剧其实仅仅只是存在于你的头脑当中，是你的头脑正在通过自己无意识的滤镜，对当下的情况做出诠释的时候，你就成功地跟这些无意识的反应拉开了一段安全距离。紧接着，你需要做到的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不带任何评判的分享。记住，所有在你和你伴侣之间发生的，都给你带来了宝贵的分享机会。如果你能做到主动地去承担这个情绪反应的责任，并且开放诚实地去向对方表达和解释你的真实感受。注意，我说的是不带有任何的评判和指责的，去分享你内在的这些真实发生。每当你连接上这些不舒服的痛苦感受以后，就去真诚地向对方解释，你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并且告诉他，你的反应不是他的错，你只是想分享你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要清晰地表达，你只是需要他的理解和倾听，并且记得还要问对方愿不愿意。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就真诚地试试看，去单纯地描述你所经历的一切。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也许是对方触发了他们，但是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创伤和恐惧。所以你可以这样去说，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可以用不带有任何命令口吻的去表达你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就直接坦诚地告诉对方你希望什么。记住，你要从自己的脆弱出发，向他解释这是你的需求，而不是你对他的抱怨和指责。最后，一定要记得感谢他的倾听。好，以上这个面对亲密关系中的状况和冲突的全新的方式，你每做到一次，就相当于是一次主动地把意识带入到了关系里。若你们真的有缘，那对方也会用更多的意识来回应你，你们会彼此更加的理解和关爱。注意，我今天的内容可并不是在告诉你，你现在的另一半对待你的方式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能够做到在你们的亲密关系中投入更加完整的意识，但是你却并没有换来对方同样的有意识，那么你当然可以再次考虑一下跟这个人是否真的有未来了，并且你可以随时平静地做出选择。当然，我还是要说，勃然大怒很简单，让自己成为一个受害者更简单，但是坦诚地暴露自己的脆弱却很难。每一段亲密关系其实都是你练习成为头脑的主人，突破生命制约，真诚分享自己的绝佳的机会，而不应该成为你向外索取的工具。所以你在亲密关系里，
一定要警惕自己是否正在期待对方成为你的灵魂伴侣，成为一个完全懂自己的人。警惕自己是否正在把对方当作唯一，离开对方就变得没法生存。如果是这样了，那么你的关系就已经不健康了，因为你把伴侣看得太过于重要，所以你自然就会把自己看得太过渺小，这样你对对方的依赖就开始了。你看，你在一段成人与成人之间的关系中，又活生生地让自己退化成了一个小孩。这样的关系明明是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成年人之间的关系，而这就是一段关系开始走向灾难的预警。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危言耸听，告诉你一个规律吧，如果你一直都在期待你父母的改变，如果你不能以你父母本来的样子来接纳他们，那你就是在拒绝从父母的身上接纳生命的能量，而这样会大大的削弱你。这就意味着你将终其一生去寻找他人，尤其是你的伴侣，来填补这个能量获取的缺口。你会在潜意识里心怀希望，期待你的伴侣可以取代你父母的角色，给予你无条件的爱与接纳。但是这样你就给对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他无法胜任的角色。不过说到这里，你也不用太担心，幸运的是，这都是你可以自我修复的部分，甚至完全不需要你父母的参与。如果现在你已经理解了我前面所说的导致你不断做出无意识的情绪反应的这个在你潜意识里的反应机制，那么你就有可能把你的意识、把你的觉知和责任带入到你的亲密关系里。这样呢，你就能给自己带来真正主动的选择权。在前面我们说，你可以选择不去直面和体验让你内在不舒服的事情，选择待在小我的舒适区里，选择带着自己的这个儿童模式的保护机制过完一生。但是这就意味着你跟真正健康有意识的关系彻底告别了，因为你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呈现出来的都会是一个脆弱受制约的生命范畴。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当然有权利这么选，但是同时你也可以勇敢地选择把你的亲密关系当作你穿越现在生命范畴的宝贵时机，选择把觉知带进来，去直面自己内在受伤的那个痛苦的不舒服的部分，通过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临在来突破制约，同时也对这段关系进行一个彻底的检验。具体怎么做，我上面也已经给大家总结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要如何平静的，没有痛苦悔恨，没有遗憾内疚的，彻底和一段让你陷入纠缠的关系和解。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去主动地承担责任。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去指责你的伴侣。很简单，因为对方只是在做自己，凭什么我们要因为对方做自己而去指责他呢？如果有任何人要被指责，那也是我们自己，不是吗？因为是我们投射了自己的想象和期待在对方的身上，可是那并不是真正的他。毕竟当时是你自己决定了与此人相伴，那就代表着你应该深知他的真实现状。如果后来他因为做自己而不断地惹恼你，触发你的反应，那么请问到底应该去责怪谁呢？如果现在你正在因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而痛苦不已，那么你要知道，你的痛苦是来自于你头脑对当下情况进行的特定诠释，从而引发的身体反应。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跳出来重新审视在你头脑里的这些想法和诠释。你可以这样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我要以如此自我毁灭的方式来诠释当下的情况呢？这样的审视呢，会让你对当下的无意识思考和反应有所觉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有意识地去折磨自己，不是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诠释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反应呢？究竟是我的哪一个小我受伤了呢？
我哪些旧有的恐惧又被触发了呢？好，接下来，你要先给头脑中无限循环的剧情按下一个暂停键，然后去集中你所有的注意力去做一件事，那就是写下在你头脑中无限循环的这些信息，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你看见的就写下来。如果你观察得足够深入，足够用心，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非常无意识的信念已经被你挖掘出来了。比如，如果我留不住我的伴侣，那么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不够好，所以他才要离开我。如果没有对方，我就是不完整的。还有，我永远也无法再拥有一段关系了，我可能要单身一辈子了，等等。现在再问问自己，如果放下对这个人的执念，那么我到底真正在害怕失去什么呢？如果没有他，那我的人生到底会有什么缺失呢？再看看你自己列出来的那些清单，试着把根源找出来，你会发现，它可能是例如我是不够好的，我需要变得更好，我是不值得被爱的。你现在面对的，就是一直潜伏在你无意识当中的信念和程序，它一直在支配着你的行为、你的反应，以及你对生命的态度。只是你从来都没有通过如此深刻的自我观察而注意到它们。当然了，进行这样深入的内观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因为我们并不愿意去看到这一切，头脑会尽其所能地阻碍我们去观察。但是如果你勇敢地去直面，相信我，这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所以如果你能一直跟着我来到这里，无论你观察到了什么，你都应该给自己点赞，都应该恭喜自己，因为你很勇敢。好，接下来去大胆地质疑你所观察到的这些信念的真实性，从最细小的事情开始，去从你过往的人生中找到尽可能多的反例来证明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去证明这只是童年时候的那个脆弱的你想要保护自己的想法，跟今天这个成年的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最后发挥你的想象力，想象你正在帮助一个身处于和你当前同样状况的人，那么你现在会给他什么建议呢？列出来所有你可以独自去完成，同时又可以获得愉悦感的事情，然后尽情地开始去做。虽然这个时候，你的头脑仍然会不断地试图把你重新拉回到那个小我导演的肥皂剧里，但是当你对这样的行为已经有了警惕和觉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永远都是有选择的。其实圣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心有不得，反求诸己。大家有没有发现，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内容都是在引导着大家向内求，因为只有向内才可以解决你真正的人生卡点，才可以化解你的业力纠缠，带你挣脱枷锁，回归本来。但是这太难了，因为这是反习惯的、反人性的，这不是我们的舒适区。不过还是那句话，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准备好的。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